码头上，林平的船终于也靠了过来。林浩看了眼大哥，双眼里全是血丝，倒是精神还行。大哥，你带着守夜先回去休息，记着给嫂子打个电话报平安。你暂时别去市里，睡一觉再去。不用，我留下来帮着。听我的，快点回去休息。告诉守夜，后天中午到咱家吃饭。阿平，你先回去吧，请了不少人，你留下也帮不到啥。老猫也跟着劝了一句，林平这才点头往家走。林浩点了几个人，老猫、阿杰、阿和还有柱子留下来，其他人全部解散，后天来家里吃饭。阿浩，我们留下来帮着。行了，快点回去洗洗好好休息吧，两胳膊抬起都费劲，就别在这杵着了。林浩笑着打趣了一句阿斯，然后便走到了自己老爹面前。爹，你带的人全部上船，还要帮着开3轮运到收购站，卸货就让东哥叫的人来搞吧。有多少？忙到天黑，能忙完就算好的了。林安国倒还不是很吃惊，这么说有个几万斤呢，碰到大鱼群了。毕竟船满打满算出去不到4天，有这么多收获很不正常。忙完再说。林安国对着旁边站的几人道：“老哥几个，今天要麻烦你们了。”众人纷纷客气的回应。老罗笑着道：“大国，你说这话真见外，别人还以为咱两家是昨天才认识的呢。”是啊，主任，我们村每家收入都在提高，还不是你的英明领导。这是一个会拍马屁的。林安国笑着摆了摆手：“我们争取天黑前干完，到时我请大家喝酒，大家也放心，工钱1分不会少。”说着又不想再啰嗦，便开始分工。3、5个人留在岸上接货，其他人进船舱内分货，中间搬运和到地卸货的活则留给陈东部的帮工。林安国说完，当先迈不下台阶，然后矫健地跳上了船。毛哥，你带人负责跟车就行，不要伸手卸货。阿和，你到收购站去接货，我等一下也过去。分配好之后，陈东才凑到近前。阿浩，3辆冷藏车，我过的是7.5吨的大车，加一起能拉20来吨，应该够了吧？林浩根本不用思考，4万多斤的承载量肯定是不够的，2艘船加一起，保守也有7万斤的渔获。东哥，肯定不够，你看能不能再调车？现有车跑2趟我就怕鱼放坏了，毕竟这天太热了。陈东嘴巴开合了几下，原本准备3辆车，他都感觉自己有些小题大做了，没成想居然还不够。这时自然不是和林浩感叹的时候，到一边赶忙又打起电话，差不多10分钟，他才松了口气道：“7.5吨的车没了，我又找了5辆4吨的车，想来是够了。”林浩又问道：“东哥，市里的冷库弄好了没？”联系好了，可惜咱镇上没有大冷库，不然就不用折腾了。林浩叹了口气：“不急，明年就有了。天晴肯定是要建个大冷库的。冷库的费用还是挺高的，之前他就有规划，打算建一个占地5亩左右的冷库，其中先库1亩，冻库4亩，整体造价大概需要1500万左右，还是相当吃钱的。但天浩接下来的布局，一个大冷库是必不可少的。阿浩都有啥鱼？20多条剑鱼加一起大概有4000多斤，还有1万多斤的大眼鸡，几千斤的斗昌和白鲳，再就是白免，估计有1、2万斤。乌敏鱼有大几千斤，剩下的就比较杂了。3刀啥的估计也有2、3千斤。陈东听得嘴巴大张，好半天没有合拢，好半天才道：“到底啥情况？你们这出去也就3、4天，加上来回的时间，拖不了几网，咋会有这么多的鱼？”东哥，一大半都是一网拖上来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一趟真悬。你见过满海鱼都浮头在海面上吗？陈东摇头，一脸你在逗我的表情。可惜我们的船还是小了，要是2艘40米的船，这一趟的收获说不准还能翻倍。那片海域真是那情况。2人在闲聊，有几个相熟的也凑到近前听了一嘴，听到林浩所说，同样也是目瞪口呆。阿浩真的满海是鱼？有料店的老板问道。天啊，阿浩这海运真是太好了，啥稀奇的事都能碰着。没听到他说的那么凶险吗？也是拿命搏的。这一趟的海货，不少船估计忙个一辈子都补不到啊！一趟的收入就可以养老喽。天爷爷啊，几万斤的海货，而且还都是值钱的好货，我咋就碰不着呢？你有2艘25米的大船吗？所以你碰到又有啥用？有一个不见外的，那么不见外的就会越来越多。几十人围着林浩和陈东，七嘴八舌问个没完。各位人都累坏了，咱再抽时间聊，先让我兄弟回去休息一下。陈东边说边往外挤，恰好此时船上的渔货开始往码头上搬。我操，10多斤重的大红斑！天啊，那黑乎乎是啥鱼？咋那么大个头？就你还海边人呢？那是大毛长赛羚羊，这一条怕不得过100斤了啊！是金钱免，好像有金钱免，这可值老钱了。随着围观的人议论声加大，原本围着林浩听稀奇的众人顿时忍不住，又急急地往人群中挤去，想看看卸下来的鱼。林浩听到了自己老爹维持秩序的声音，近乎于怒吼，但
但能起到的作用有限。陈东见这情况，也赶忙挤过去，想着把人分割开。林浩没有回头，而是发力往镇中心跑去。差不多10多分钟，他又跑回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穿着制服的人。钟哥打头，他们手中拿着警棍，钟哥还多拿了一个扩音器。到了地方之后，便打开喊道：“全部不要挤，大家安生一点，小心击倒人再被踩了。”制服人员的话可比林安国和陈东管用多了。主要原本起哄的几个本地地痞，见到制服人员也都老实了，都往两边站站，让人能把货运出去。钟哥又指挥着自己兄弟，强行从中间挤出一条道，确定大家安定，他这才接着道：“我说你们看个新鲜就回吧，这大中午的站着也不怕中暑，人家收获的好坏，又不带你们分1毛钱。”话是大实话，但就是不咋好听。奈何人家是穿制服的，虽然没别枪，但手中的棍子可真敢对着不老实的招呼，打了也白打，不听话的他打了合法。那个码头上的几家先散了。随着钟哥的话，码头几家开烟酒店的、卖油料的、制冰的先离开了，接着又陆续有人离开，现场的情况才得以缓解。钟哥也是暗松了口气，语气和缓的笑道：“差不多了，幸亏你通知的及时，我这边还有事就先回，2个弟兄会留着，等你们货卸完。”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待遇的。之所以对林浩的态度如此好，一方面他是听靳小公说了不少，靳小公能在市所里能站稳脚，刚去没多久就立大功，少不了林浩在背后给对方出主意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听说林浩现在没事就会往市政府跑，而且光明正大的送礼，直接送到机关食堂给所有人加餐，人家愿意收他的礼，就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了。钟哥一直让你休班到咱村玩，你也不去，咋的？我们庙小，你看不上？林浩玩笑了一句，不等钟哥客气，他又说道：“年底前市里的领导估计还会来视察村里的建设，到时钟哥要是有时间，想请你负责一下安保，毕竟我认识的人当中，你的能力是最强的了。”钟哥顿时大喜，领导的安保自然不用他负责。林浩这么说，是给他一个在大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。在体制内，谁还没有一点上进心呢？况且自己的年龄还不大。那可说好了，我随叫随到。行，谢谢钟哥。钟哥笑了笑，和聪明人打交道太舒服了，根本不用点锅，人家就能把你的心思猜得8、9不离10。钟哥走后，林浩看了一眼现场稳定的情况，对陈东道：“东哥，暂时别过秤了，直接上车吧。你让冷藏车开过来，我们搬张桌子，就在边上记个大概数字，先入市里的冷库。明天咱俩再去市里看看怎么处理。”“行，听你的。”林浩则在检查卸下来的鱼货。东哥，那尾大毛长不用系了。不等陈东问为什么，他又对阿和道：“推个3轮车来，让帮工把鱼抬到车上，等一下拉到收购站里放着。”“知道了，哥。”阿和根本懒得问是为什么。接着是黄唇鱼，这次只有1尾过100斤的，还有2尾70多斤的，其他的都在20、30斤，个头不算大。3尾大的，林浩照例留了下来。活仓里的鸡尾，林浩又打电话给了负责养殖的几个专家，让他们过来想办法把鱼带走，好研究养殖方案。毛长3尾过100斤的全留下，黑鲶鱼林浩留了5尾大的。看到值钱的鱼货，林浩全都要留。陈东再也忍不了：“不是阿浩，你留这么些干啥？你吃得完吗？”“东哥，你会取胶吗？”“你要把胶都留下来。”“对呀，我马上要跟阿雪结婚了，还有我嫂子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船工也有好几个要结婚生孩子的，我也没把他们当外人。虽说我不会现在分给他们，但留着以后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到时我有就能拿出来。”上品的鱼胶除了本身的滋补效果，对于产气大出血有非常好的疗效。林浩现在不缺钱，所以这些他觉得很有必要留一些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陈东自然不好再说什么，想了想道：“那我也留一部分鱼，马上中秋了，收购站也得有点零售的好鱼。”“随便你，谁叫你是我大舅哥呢？不给钱都行。”“账还是该咋算就咋算。”剩下的如金木雕、3刀之类的也都留了些，甚至连剑鱼都留了1尾，足有400斤左右。“你留它干啥？有人预定啊？”“卖猪肉不懂啊，分解了，市里不少饭店都会要，咱自家的饭店估计都能全部消化了。真不需要，我就挂在家门口，镇上人肯定愿意割个2、3斤尝尝鲜。”这么一算，陈东对阿和道：“阿和，再留1条，只有1条好像真不够卖的。”林卖肯定能将利益最大化的，就是会繁琐些，但陈东家的收购站本就带着零售业务。东哥，你在这登记一下，我先回收购站喝口水。林浩又对阿和道：“把东哥要的鱼分到一边，然后你叫上毛哥到快餐店吃顿饭，吃完就先回吧。这次分给大家的鱼，后天再来拿。”“知道了，哥。”林浩骑着3轮车到了收购站，先将3轮车里的货卸到冷库里，陈父帮着搭了把手。听说货很多，大概7万来斤吧。这次也是运气好，碰到了天气异常。陈父没有再细问，倒是听他说还没吃午饭，便对着上边喊了一声：“阿雪，给阿浩做点吃的。”又对林浩道：“你看一下店，我去码头看看。”林浩答应一声，等到陈父出去，他便往边上的靠椅上一歪，这会可是动也不想动。
陈雪下楼，迎着他的笑脸，心疼道：“眼里都是血丝，你是多长时间没睡了？”昨夜睡了3个多小时。见他又要掏烟，陈雪立马制止：“别抽了，喝口茶，先不要睡，给你留了菜，我去热一热。”陈雪给他重新泡了一壶茶，倒了一杯放他面前，这才转身进了后院的厨房。一杯茶没喝完，陈雪就先端来了一碗汤，汤里还有一大块猪蹄。蹄花汤，我跟饭店大厨学的，一点不腥气，你先喝着，我还加了一点党参在里面。本地人煲汤有简单的，比如在船上烧锅水加点油盐，捕到啥海货扔点进去，没有海货扔2片紫菜或海带，也算是汤。有重视的，一个汤煲1天半天的，里面就会放一些养神补气之类的草药，确实很不错。猪蹄没有异味，炖得特别烂乎，而且不腻，吃进嘴非常满足。汤还没喝完，米饭和菜就端了过来。慢点吃，小心噎着。陈雪坐在旁边，见他吃得快，赶忙又提醒了一句。林浩没有多余的嘴说话，只能嗯了一声。一小盆饭，他不到1刻钟就塞进了肚里，然后再喝一口热茶，发现自己更不想动了。你要不到楼上睡一会？不用了，上楼还要先洗澡，我这身上太脏了，就在这睡吧。林浩说着，就在长条椅上躺了下来。没一会就打起了轻微的鼾声。陈雪凑近，闻到他身上那浓重的汗味和鱼腥味，皱了皱鼻子。这回自然不会再叫他起来去洗澡。想了想，这一觉从中午1点钟一直睡到了晚上近10点，还是林安国来叫醒他的。起来吃点东西，回家去睡。林浩迷糊着起身，爹，货弄完了，全部弄好了。阿东跟着最后一辆冷车去市里了。跟陈父聊天很轻松，至少林浩没有女婿见丈人的局促感，陈父也算是对他亲言有加。两人说是翁婿，倒有点忘年交的意思。在收购站也只待了半个小时，他便驱车赶到了市里。陈东在市里最大的海鲜市场里面，他在这边也有几个合作的稳定客户，鱼在冷库里放着也不是办法，总得想办法抓紧时间处理了。林浩到的时候，陈东在市场边上的茶楼里，刚也才送走几个老主顾。鲳鱼已经全部谈妥了，下午人家就会去冷库提货。白鲳65块，斗鲳82块，价格还不错。金木雕这次的量有些多，仅本地客户不一定吞得下。下午还有2个外地的，1万多斤问题不大，还有那么多好货比较杂，我是这么想的。给林浩倒了一杯茶，然后自己又点了一支烟。陈东接着道：我想自己办场拍卖会，这马上就中秋了，我手上的资源也差不多能办得起来，你看怎么样？不跟市场的拍卖行合作？陈东摇头，没必要，咱有好货就不缺买主，跟他们合作还得被他们多拿一道。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担心。你也说过他们路子比较野，会不会到时故意使绊子？不怕，就跟谁没路子似的，放心吧。市里的市场我求不到，他们也没办法约束所有人不来参加。行吧，那你自己拿主意，到时我再叫几个人去捧场。林浩能叫的人有限，要是在京城，他还能依托于渔伐科的关系。对，京城。林浩心思一动，越想越觉得有搞头。东哥，要不咱以天浩的名义在京城办一场拍卖吧？京城那地方我也不认识人，到时都不知道通知哪些人过去。林浩想的比较多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看能不能给即将开业的天浩造势。东哥，我们空运一小部分货过去就行，主要是挑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毛肠、大黑皿、黄唇鱼，我也匀出1尾，再就是红斑、大三刀、大斗肠，精品的金木雕，还有最大的那尾剑鱼。反正要么是名贵的，要么是大的，也不用多，能凑齐30-50个拍品就行。在咱这不稀奇，在京城搞海鲜拍卖会，咱不说是独一份，肯定也差不了。陈东还是犹豫，毕竟太劳师动众了，耗费的成本不说，产生的利润也不定比本地要高多少，不划算啊。东哥，到时咱兴隆水产的名头可就打到了京城啊！要知道，那可是帝都，有钱人一抓一大把。到时不说有多少人要留你的电话，以后让你稳定发货过去，就说咱兴隆水产的业务都做到了京城，这是多大的名头！听到最后一句话，陈东明显是心动了。人嘛，图名图利，先不说这事能不能带来利，但要是搞成了，肯定会带来名声。看看兴隆水产把本地海鲜就高价卖到了京城，多大的脸面啊！行，那就干。见他同意，林浩趁热打铁道：那咱俩分一下工，我来联系京城拍卖的事，你来选择海货，剩下的海货也要尽快处理掉。行吧，争取晚上前全部联系好买家，明天完成交易。两人协商好后，林浩借故去饭店有事，便跑了。在车里，他没有急着启动，沉思片刻，便拨通了渔伐科的电话。阿珂，有件事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对，以天浩和兴隆水产的名义，你也是天浩的股东，轮到你出力了。好吗？我就知道你主动给我电话准没好事。行吧，我来安排，啥时候过来？越快越好，毕竟是海鲜。行，稍晚点我给你电话。挂了电话，林浩想了想，又拨通了另一个。
结果电话不是对方本人接的。请问你是哪位？我找李冰冰，我叫林浩。不好意思，冰冰现在很忙，要是合作的事你可以直接跟我谈。林浩眉头微微皱起，因为他从对方的语气中听出了一股子高高在上的感觉。他当然也不会指责什么，语气变得平淡道：不用了。说罢便挂了电话。看来天浩的代言人得换人了，换谁呢？要不还是找国家乒乓球队的人吧，他们的面孔同样举国皆知。原本他是打算两边都请的，现在就不请所谓的艺人明星了。将此事暂且放下，他又打电话给了陈雪，得知他在饭店，他还是去了一趟，顺便吃午饭。林浩才想起车上还有给嫂子带的东西。晚上他跟陈雪来到大哥家，又跟大哥喝了2杯，吃了晚饭出来已经9点多，恰好于伐科的电话来了，拍卖可以安排在3天后，连场地都预定好了。按他所说，到时真正的企业家有多少暂时没法确定，但不差钱的20组肯定会来不少。这玩意需要空运，阿珂，你认识航空部门的关系吗？林浩又一次不客气地开口道。就知道不止这点麻烦，都弄好了，我让小曾到时联系你。还有，你啥时候过来？别告诉我，你让我自己在这边玩，你做甩手掌柜。哪能啊，我后天过去吧，到时把大鱼一起叫上，3巨头京城集合。你这资本家愿意给小工放假了？滚！林浩很不爽地挂了电话。良辰美景，跟一个大男人的电话中没啥好包的。他的手机再度响了，看了一眼来电，发现是李冰冰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通了。冰冰姐你好。不好意思林总，我今天一直在拍戏，手机放在我助理那，刚忙完才知晓你给我来了电话。没事，我后天会去京城，就想问一下你在京城拍戏吗？刚好有点事想和你谈谈，要是不在就算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见。在的，你后天什么时候到？哪个航班？到时我去接机。怎么好意思麻烦冰冰姐，我到了会给你电话。没有闲聊，说完之后，林浩便挂了电话。对于他的冷漠，李冰冰突然有些不适应。在漂亮国时，林浩还是挺热心的。刚刚虽说一直叫姐，但怎么感觉透着一股子公事公办的意味，与在漂亮国时判若两人。李冰冰看了眼自己助理，今天接电话你都说了什么？助理觉得自己并没犯错，很自然地将电话的内容学了一遍。李冰冰双眼微眯，你当时就是这个语气。对啊。李冰冰感觉自己找到了真相，叹了口气道：你去休息吧，我也累了。等到助理离开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拨通了自己妹妹李雪，也是自己经纪人的电话。帮我换个助理吧。怎么了？李冰冰将自己认为的事给说了。李雪一听便问道：那个林浩真的有这么大能量？邓女士说他很厉害，况且就算他没有，这个助理迟早也会得罪其他人的。其实他冤枉了林浩，这次的电话之所以没有以前那么和风细雨一般，纯粹是因为自己老婆就坐在旁边。虽说他问心无愧，但还是不要跟其他女人太热情了，一直这样会让阿雪没有安全感的。林浩是第2天离开市里的，结果和陈东前后脚回到镇上。除了要发的鱼，其他鱼基本全部都销售完了，这是初步的账目，还有我自己留的没算。林浩接过戏看了片刻，鱼种比较杂，仅单子就开了4页，最后的总金额是629万多点。这个金额并没有太大的惊喜，算是他意料之中，加上陈东本身留的，一起顶多650万。最主要的是，真正顶级值钱的好货，一半被留做了拍卖，另一半被林浩留下来不卖了。比如说黄唇鱼，100多斤的鱼，很可能就能卖到100万。像那鸡尾大的毛长，过100斤的一尾至少也能卖到30万，全部加一起，这一趟的收入铁定要破1000万的。这些是他私自留的，到时跟大哥还有阿和，甚至是船工算提成，他都得自己掏钱加上去的，否则就没有公平可言了。中午没有走，就在陈家吃的饭，下午四爷爷要来取胶，他打算现场学一下。饭后跟陈东一边喝茶，一边商量着明天发货的事。你明天先去，我发完货看看下午有没有航班，有航班我下午过去，没有的话我就后天一早。那明天我跟大鱼先过去。两人正聊着，就听有车停在了门口。林浩耳朵尖，对发动机声音比较敏感，一听好像是家里的奥迪。果然不等他迎出去，自己老爹就陪在四爷爷的身后走了进来。哪有那么麻烦，你自己弄就行了，非要我出手，我这手都不稳了。四爷爷数落了老爹一句，然后看到迎出来的林浩，立刻变脸笑道：大孙子，啥鱼啊？要是一般的鱼我可不出手。哈哈，四爷爷，这鱼绝对够你老出手的条件了。林浩本想把鱼抬出来，但老头还蛮倔，说要进冷库里先看看鱼，要是普通的话就让林安国弄就行。没啥要紧的，不就是鲨鱼吗？全村老少谁不会？老头说的相当有道理，带着老头进了冷库。鸡尾大鱼没有东西装，收购站有的泡沫箱全部装不下，所以就这么平放在冷库中间，上面用袋子盖着。个头倒是不小。老头嘀咕了一句，掀开其中一个袋子，愣愣的看了好一会，嘴角开合，嘴角的胡子跟着颤抖，好一会才道：咋有这么大的毛鱼？四爷爷，这个级别够你老出手了没？
老头没有回复林浩的打趣，相继把袋子掀开，嘴中也相继的爆出每一尾鱼的名字。又是毛鱼，哎呦，咋又有这么大的乌敏鱼？红天，这是黄唇鱼。等到把所有鱼全部看完，老头先是揉了揉眼睛，确认自己没有看错，这才直起腰，愣愣的看着冷库的顶部，好一会才把目光移向林浩。你们这是打劫了东海龙宫啊？四爷爷，这话可不信说，龙王会怪罪我的。而且咱这片是南海，离东海远着呢。老头咧嘴想笑，但笑得极为干巴，许久叹了口气，又蹲下身在毛长鱼身上抚了抚。这么大的毛鱼，我也就年轻时看过2回，几十年了。还有这乌敏鱼，阿浩，你确定要杀了取交？这么些鱼，现在的行情可不得了。四爷爷，跟你老我也不说虚的，我现在也不差这么一点，就想留点好东西。老头先是点头，接着又摇头。村里都说你身价估计过了1000万，现在看来铁定是不止了。能舍得随便杀了价值200万的鱼留自己用，身价1000万是不可能的。好啊好，咱老林家终于起来了一个。你呀，比你爷爷强，比我们都强。说完又看了眼林安国，你也不错，但还是比不上你儿子。林安国有些无语，这老叔今天脑子有点不正常吧？这话能在场面上说吗？就算说，也得背着点阿浩啊，自己50来岁，也是要面子的好吧？林浩可不敢接老头的话茬，惹得自己老子恼羞成怒，说不得又得挨顿揍。虽说每次自己老子也是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根本不疼，但自己毕竟20多岁了，也要面子的好吧？你爹那2把刀，这个教他取不好，就得我亲自动手。四爷爷的语气和之前大相径庭，刚来时有些不耐烦，觉得要自己出手有点杀鸡用牛刀之感，但现在倒是有一种舍我其谁，不让他取都不行的那种。林安国听到这句话，索性不陪着，来到中厅坐下和陈父2人喝茶。都是上等的花椒啊。所谓的鱼胶就是鱼鳔，严格来说，几乎所有的鱼都是有胶的，就连鲱鱼也是有鱼鳔的。林浩所知，好像只是大鲨鱼和鲸类没有鱼鳔。鱼鳔经过清洗晾晒之后得到胶，但大部分鱼鳔太小以及太薄，是不适合制成鱼胶的。而所有能制成鱼胶的鱼种当中，只有石首鱼科的胶才被称之为花胶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黄唇鱼、敏鱼、毛长鱼、黄花鱼等。四爷爷，你看咱要准备什么东西？不用其他的，一把刀一把剪刀就行。来，先搬1条敏鱼出去。我跟你说，取胶真没啥学问，比普通鲨鱼稍小心点就行。但是胶大多是用来煲汤的，要没有腥气，最主要就在于清洗，要形状好看，那么定型一道就少不了。大孙子，你跟我学就行。好的，四爷爷。林浩先把老头请到后院，冷库里温度太低，老头待时间长了再冻出毛病来。他则把陈东叫进来，2人用拖车先将其中1尾乌敏给抬了出去。鲨鱼这一道真的没啥讲究，和平常没区别，用刀顺着鱼腹部剖开就行。